各位朋友，大家好呀，我是张月。早上在您跨上机车或者走出家门的那一刻，我必须紧急的、认真的提醒您，警察同仁们今天可没有放假，而且正在全台范围内进行元旦交通大执法，特别针对我们长辈们最习惯，却可能已经不合时宜的几种骑车和走路方式。全新的处罚规定已经从今天正式收网了。有一个您可能习以为常的小动作，如果还像以前那样忽略它，被路口的智慧相机拍到，或者被警察当场拦下，一张红单就是1200元起跳，毫不留情。我听说呀，今天早上已经有不少长辈出门买个菜，甚至还没走到市场，预备好的红包钱就这么被罚掉了，实在让人心疼。在开始今天这些满满的、实实在在的干货之前，张月我想先做个小小提醒。如果您是一次来到我们银铃智囊这个频道，或者是一直观看却还没订阅的老朋友，请您记得动动手指，按一下视频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还有旁边那个可爱的小铃铛。这样一来，以后只要有最新的长辈福利政策，或者是像今天这种能帮您避开罚单、守住荷包的生活紧急警报，您就能一时间收到通知，绝对不会错过任何一条重要信息。我们频道就是希望能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一起把日子过得更安心、更聪明。好，那我们赶紧进入正题。首先，一件也是当前最要紧的事，是关于家里那台微型电动2轮车的。家里有这种车，或者您自己正在骑的长辈，请务必打起12分精神听仔细。这种车以前我们都叫它电动自行车，不用挂牌，很多长辈觉得它骑起来安静，方便去买菜，在附近转转特别顺手，甚至以前有些地方没严格要求戴安全帽。但是我要告诉您，所有的宽松缓冲期到今天2026年元旦已经彻底结束了。从今天开始，警察上路严格取缔的就是这种未挂牌的微型电动2轮车，而且罚则全面加重。如果您今天骑出门的车屁股后面还没有贴上那张白底绿字的正式号牌，被抓到就是直接罚款1200元到3600元，这还只是罚款而已。更麻烦的是，车辆会被当场移至保管。意思就是警察可能直接叫拖吊车来把您的爱车拖走，那您就只能自己提着大包小包的菜走路回家了。您想想那个画面是不是挺狼狈的？而且呀，新规定不只是要求挂牌那么简单，还强制要求必须投保强制汽车责任险。如果您运气不好，被抓到既没挂牌又没保险，那罚单可是会叠加上去的，加起来数字就非常可观了。所以张月在这里要大声疾呼，如果您家里还有这种没挂牌的车，今天、现在、立刻千万别再骑出门了，赶紧抽空去监理站办理相关手续。去办理的时候，记得要带上车子的出厂证明、当初购买的发票，还有您本人的身份证。如果发票不小心弄丢了，得赶快回去找原来买车的车行补开证明，千万不要觉得应该不会被抓到而抱有侥幸心理。现在的警察同仁对于这项取缔工作是抓得非常认真的，各个路口都在加强稽查。关于这个微型电动2轮车，张月我还要特别补充一点，就是违规改装的问题。我知道很多长辈会觉得原厂的车子跑得有点慢，为了让它快一点，会去车行请师傅把限速器解开，或者甚至改装马力更大的马达。这个呀，也成了现在警察取缔的重点中的重点。如果被抓到擅自变更电子控制装置，最高可以处以5400元的罚款，这可比没挂牌罚的还重。而且这种车法定的最高时速是不能超过25公里的，如果您骑得呼呼生风，比旁边许多机车还快，警察一眼就能看出不对劲，拦下来一检测，罚单就跑不掉了。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安全规定，这种微型电动2轮车是不可以载人的。很多阿公阿嬷出于习惯，会骑着它载孙子孙女上下学，或者载着老伴去公园散步。请注意，这也是违规行为，因为它设计上就是现成驾驶员一人，如果违规载人，会被罚款300元到600元。虽然这笔钱看起来不像前面那么多，但您想想，这种小车本身重心就不太稳，载上人之后危险性大大增加。为了家人和自己的安全，这个习惯我们一定要改过来。
接下来就是标题里说的那个少做这个动作，直接罚1200元的重头戏了。这个动作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打方向灯。张月，我观察过，很多长辈骑机车有一个很常见的习惯，就是觉得我骑得很慢，我只是慢慢靠边停一下，或者我转个小弯，后面没车吗？就不打方向灯了。还有一种情况是，都快要转到一半了，才突然想起要打灯，闪那么一两下。这些做法在2026年的新执法标准下，统统是大错特错。现在的交通法规抓得极其严格，只要变换车道没打方向灯，就是1200元；转弯没有提早打方向灯，就算您到了路口才急忙闪灯，一样被视为违规，照样罚1200元。现在的规定是，在转弯或者变换车道之前，至少30公尺就要开始打灯示意。30公尺大概有多远呢？张月给您一个具体的概念，大概就是路边这根电线杆到下一根电线杆之间的距离。很多长辈可能会嘀咕，路上明明空空的，一辆车都没有，干嘛还要打灯？多此一举吗？请您千万不要再有这种想法了。现在路上的检举达人非常多，几乎每辆汽车都有行车记录器。您以为警察没在现场就没事？说不定后面或对面的车子早就把您违规的画面清清楚楚录下来，直接上传到警察局的检举系统里了。过不了几天，罚单就会平平安安寄到您家。所以呀，不管您觉得路上有没有车，咱们的手一定要勤快，方向灯一定要打。这不单单是为了怕罚钱，更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清清楚楚地告诉后方和侧方的车辆，我要转向了，别人才知道该怎么避让，才不会一头撞上来。您说是不是？除了打方向灯，还有一个跟机车族息息相关，而且科技执法抓得很严的重点，就是两段式左转。很多大路口，即便当时没有警察站岗，但可能已经安装了科技执法设备。如果您在画有带转格，规定必须两段式左转的路口，贪图方便直接左转，那收到的就会是一张600元到1800元的罚单。所以长辈们骑车时，眼睛一定要多看地面和路边的标志。如果地上有带转区格子，或者有悬挂两段式左转的标志，咱们就乖乖的、安全的去带转区等一等，千万不要为了省那短短1分钟而跟自己的荷包过不去。说到这里，张月，我觉得有必要再跟大家深入聊聊现在无处不在的科技执法。像台北、新北、台中、高雄这些大都会区，很多主要路口都已经装设了多功能科技执法摄影机。这种摄影机可厉害了，它可不是只抓闯红灯那么单纯，它是全能型选手。它能同时侦测并抓拍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机车骑上人行道、违规跨越双白线，甚至未礼让行人等多种违规行为。我举个例子，很多长辈夏天怕晒，冬天怕冷，在等红灯的时候，习惯性的把机车往旁边的人行道或者骑楼下一靠，以为这样没关系。请注意，这个动作很可能已经被高高在上的摄影机拍得一清二楚，结果是罚款600元到1800元。还有，在停等红灯的时候，如果前轮不小心越过了停止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越线，也会被拍，罚900元到1800元。虽然这些都是我们不经意间的小动作，但累积起来的罚金可是非常吓人的。张月的建议是，咱们骑车要养成好习惯，看到红灯亮起，就老老实实把车停在停止线后面的格子里，不要为了往前挪一点点而吃上罚单，那真的得不偿失。3点，我们来谈谈安全帽。这个虽然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张月发现真的还有很多长辈会在这方面疏忽。现行法规规定，骑乘机车必须戴安全帽，而且必须戴合格的安全帽。什么叫做合格呢？简单说，就是要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 CNS 认证标章的安全帽。很多长辈为了凉快、轻便，会戴那种工地用的工程帽，或者是已经用了很多年，只剩下半罩，甚至扣环都已经坏掉的老旧安全帽。警察如果拦下检查，发现您的安全帽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虽然有合格帽，但没把下巴的扣环扣好扣满，是可以依法开罚500元的。特别是那个扣环，很多人只是松松的挂在下巴上，根本没有扣紧，这样一旦发生意外，撞击的瞬间，安全帽很容易飞脱，完全起不到保护头部的作用。现在警察在路上看到这种戴了等于没戴的戴法，也会主动拦查劝导，甚至开单。所以，请您今天回家后好好检查一下自己的安全帽，如果已经用了好几年，内衬都破了、脏了，
或者扣带已经老化松脱，趁着新年新气象，花几百块钱换一顶新的吧，这是对自己生命最划算的投资。说完了骑车的注意事项，咱们再来聊聊走路过马路的规矩。以前我们常说行人帝王条款，汽车要无条件礼让行人。但进入2026年，为了提升整体的交通顺畅与安全，警察对于行人违规的劝导和取缔也变得比以往更积极了。这里有2个地雷，请长辈们千万不要踩。一就是当低头族过马路，如果您一边过马路，一边还盯着手机屏幕滑呀滑，走得慢吞吞，阻碍了车流，警察是有可能将您拦下来进行劝导，甚至依法开罚的。虽然目前的罚则可能不像骑车违规那么重，但如果路口正好有警察在执行勤务，他是完全有权这么做的。所以张月提醒您，过马路的那短短几十秒，请务必专心，把手机收起来，过了马路，走到安全的地方再看。2就是闯红灯，或者不走行人穿越到斑马线。如果旁边明明有斑马线，或者天桥、地下道，您为了贪图几步路的方便，直接穿越马路，一旦被警察看到或拍到，就是罚500元，钱也许不算特别多，但大过年的收到红单，心里总是不是滋味，感觉有点触霉头。更重要的是，如果您因为违规穿越马路而发生事故被车撞了，后续在谈赔偿责任的时候，您自己是有过失的，可能会非常吃亏，甚至还需要反过来赔偿对方的车辆维修费用。所以大家过马路一定要养成走斑马线、看绿灯行的好习惯。在这里，张月我还要特别多提醒一句，有些大的路口，绿灯秒数设计的比较短，如果您年纪大了，走路速度比较慢，看到绿灯只剩下几秒钟，千万不要抢快硬冲过去，宁愿多花1-2分钟，安心等待下一个绿灯周期，也千万不要走到马路中间突然变红灯，把自己卡在车流里，那是极其危险的。如果您在过马路的时候发现走到一半时间不够了，可以走到马路中央的分隔岛，也叫庇护岛上稍作停留，等待下一个绿灯。现在的分隔岛大多都有加宽设计，就是为了给行人一个安全的等候空间，千万不要在快慢车道之间犹豫徘徊或者穿梭，那样司机很容易因为视线死角而看不到您，从而发生碰撞。另外，关于行人通行，还有一个比较新的规定，大家要知道。在设有人行道的路段，行人就必须走在人行道上，不能贪图平坦而走在旁边的慢车道或路肩上。很多长辈觉得人行道有时有高低差或者被机车占位，不如走在马路边缘的柏油路上平坦好走。但请注意，如果旁边明明有可用的人行道，您却坚持走在车道上，警察也是可以依据法规开罚500元的。这不仅仅是为了避免罚单，更是为了您的自身安全，避免被后方来的自行车或摩托车不小心擦撞。最后，要针对年满75岁的长辈们发出一个非常紧急且重要的提醒：如果您的驾照已经过期了，或者最近收到了监理站寄来的换照通知单，请务必一定要尽快去办理体检和换照手续。2026年对于高龄驾驶人的管理会更加严格，如果逾期未去换照，您的驾照就会自动失效。这个时候如果还骑车上路，那就等同于无照驾驶。无照驾驶的罚款是6000元起跳，这固然很可怕，但更可怕的后果在后面。一旦在这个状态下发生任何交通事故，哪怕是小小的擦撞，保险公司是1毛钱都不会赔偿的。所有的修车费、医疗费、赔偿金，通通都要您自己从口袋里掏出来，那可能几万、几十万，甚至更高的金额，是我们退休金难以承受之重。其实，这个高龄换照手续并不复杂，您只需要去监理站或者他们指定的合约医院做一个简单的体格检查和认知功能测验。这个测验内容都很生活化，比如写出当天的年月日，画出时钟的指针表示指定时间，记忆并辨识几张简单的图片等等。只要顺利通过，再缴纳一点点工本费，就能换发一张有效期3年的新驾照。如果您觉得自己年纪大了，真的不想再骑车了，也可以直接去监理站办理驾照注销。有些县是为了鼓励长辈安全出行，注销驾照还会赠送您一些敬老卡点数或者小礼品，也算是一份心意。
关于这个高龄换照，张月我想再多啰嗦几句细节，因为我知道很多长辈会对那个认知测验感到紧张。其实您完全不用担心，这个测验的目的不是为了考倒您，而是为了确认您是否还保有基本的时间定向感、记忆力和判断力。比如说，医师可能会先给您看3样常见物品的图片，跟您聊几句天，过几分钟后再问您刚才看到了哪几样东西。只要您平时意识清楚，稍加留意，基本上都能通过。如果您实在不放心，可以在家稍微练习一下怎么画一个完整的时钟，把1到12的数字填在正确的位置，然后练习画出比如10点10分这样的指针位置。另外，还有一种情况需要注意，有些长辈虽然还没到75岁，但如果近年内有比较严重的交通违规记录，比如闯红灯被记点，或者发生过有人员受伤的交通事故，监理站也可能会提前寄发通知单，要求您回来做认知测验，这叫做高龄驾驶人违规换照机制。收到这种通知单，也一定要认真对待，按时去办理。如果置之不理，驾照同样会被注销，注销后若再骑车，就是无照驾驶了。最后分享一个敏感但重要的思考，若家中有长辈因身体或认知状况如初期失智，反应变慢，已不适合骑车，晚辈又难以直接劝阻，这时可以善用换照机制。如果长辈在认知测验中未通过，依法收回驾照，反而能为家人提供一个正当且非关个人能力的理由，劝说长辈停止骑车。这或许听起来有些取巧，但比起未来可能发生的意外，这是对长辈最深切的保护。我们可以鼓励和陪伴长辈使用敬老卡搭乘公交、捷运，或利用各县市的计程车补助。安全出行的方式还有很多，既保障安全，也未必增加太多开销。我知道这些细致严格的新规一开始会让人感到不便，但他们的根本目的是保护每一位用路人的安全，尤其是我们反应渐缓的长辈。新的一年，衷心希望所有老朋友都能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不让罚单破坏团圆的好心情。听完这些提醒，您觉得现在的交通罚款是太重了，还是为了安全有必要严格一点？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您的看法，也欢迎交流自己有没有因小动作被开罚单的经历，互相提醒。如果您觉得本期内容重要，请转发给家人、邻居和车友群，帮助大家避开2026年的交通新规陷阱。我是银铃智囊的张月，感谢收看，祝大家2026年出入平安，健康顺心，荷包稳稳满满，下期再见。